2023年6月28号，一架神秘的大型无人机突然出现在了乌克兰苏梅地区的上空，对当地的乌军展开空袭。这款无人机的外形呢，酷似美军的飞翼战机。难道说美军终于要忍不住出手了？如果这是美军的战机，又为何会对苏梅的乌军发起攻击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从网上流传出的这张无人机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出这架大型无人机长得和美军的 X-47B、RQ-170十分相似，有着同款飞翼式气动布局，同时机身表面采用了可降低雷达反射面积的隐身材料，在不仔细看的情况下呢，还真的会让不少人以为这是一款美式武器，但其翅膀上的那颗红色五角星还是暴露了它的来源。没错，这款大型无人机并不是美军出动的秘密武器，而是俄军最先进的重型无人机 C-70 猎人。这时候呢，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的无人机和美军的装备那么像？它的研发过程是否又受到了美军的武器的影响呢？对于这款无人机的研发始末，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呢是早在2005年，米高扬设计局便开始研发一种10吨级的中型攻击无人机，名为鳐鱼。该机的样机在2007年莫斯科航展上首次展出，尽管该机最终是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导致暂停研发，但是也为俄重型无人机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受到经济方面的限制，俄罗斯无人机的发展相对迟缓，至2010年前，其装备和使用的无人机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说在这方面俄军的基础十分薄弱。但是就在2011年，无人机技术薄弱的俄军突然制定了3款无人机的研发计划，包括了1吨级的慢行者、4.5吨级的牵牛星和20吨级的猎人。其中猎人无人机呢，就是此前研发失败的鳐鱼无人机的继承者。该机在2011年开始研发，直到2019年9月3号才完成首飞。看到这里啊，大家会发现这似乎和美军没有什么关系啊，顶多算是俄罗斯无人机技术发展速度比较快，花费9年的时间研发出了一款重型无人机。这么一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这时候呢，大兵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件在2011年发生的事情。2011年12月4号，一架隶属于美空军的 RQ-170 哨兵无人机在进入伊朗领空进行军事侦察时，被伊朗防空部队发现，最终被伊朗军方俘获。根据伊朗方面的解释，是自家干扰了侦察机的 GPS 系统，利用错误的定位信息迫使其降落，而其干扰技术的来源正是俄罗斯提供的。而美国方面则宣称是由于 RQ-170 出现机械故障才被伊朗缴获的。而根据这架俘获的 RQ-170 的完整程度而言，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一定有某种设备强烈干扰了无人机的系统，否则如果是机械故障坠毁，那怎么会这么完整呢？显然，关于 RQ-170 折戟波斯湾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了。在缴获这款无人机之后，很快伊朗就完成了对 RQ-170 的逆向研究。伊朗军方在其基础上先后研发了多达5种无人机，可以说正是 RQ-170 的出现才大大加快了伊朗无人机技术的发展速度。那么同样是无人机技术薄弱的俄罗斯，是否有机会在这次事件中分一杯羹呢？大兵个人看来啊，还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伊朗的电子干扰部队可以算得上是俄罗斯人的徒弟，所采用的设备基本都是从俄罗斯采购而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俄罗斯以友情价半买半送的。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打底，俄罗斯也有了向伊朗索要 RQ-170 技术的底气。再加上俄罗斯的猎人无人机研发计划也是在2011年才开始的，随后仅花费了9年时间就完成了一款重型隐身无人机的首飞。要知道在此之前，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可是十分薄弱。以上种种呢，也很难不让人猜测是伊朗将技术外流给了俄罗斯，最终才造就了如今的猎人。而美国方面在 RQ-170 坠落之后呢，也意识到自家从前那无人机肆意侦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论是捕食者、死神等涡桨推进无人机，还是全球鹰这种喷气式无人机，在现代化防空导弹系统面前几乎是毫无生存能力。即便是具备一定隐身能力的 RQ-170 哨兵，在完善的反无人机体系面前也难免落网。为此，美军提出了未来战略侦察无人机必须将隐身性能置于首位。
随后在2012到2013财年，美军呢就一直试图说服国会取消非隐身的 RQ-4B 全球鹰无人机生产计划，使用新一代的替代品，也就是 RQ-180。相较于坠落在伊朗的 RQ-170，新款无人机呢有着更强的抗干扰技术和更强的隐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美俄这两架最新的大型隐身无人机究竟谁更胜一筹呢？猎人无人机是一款集远程、高速、侦察、打击一体的无人飞行系统。苏霍伊设计局在设计猎人重型打击无人机时，除了借鉴了米高扬设计局研发的鳐鱼的部分技术，还将苏57战斗机的部分技术运用到了猎人重型打击无人机身上，尽可能的提升猎人的性能。该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约为22吨，庞大的体型也为其今后搭载重型武器提供了先天优势。在它的内置弹舱内呢，能携带2吨左右的各类空或空面武器，例如 R77 系列中远程空导弹、AKB 系列航空制导炸弹、KH-31系列多用途空面导弹等，以此呢能让猎人无人机有效地打击敌方各类空中或者陆海面目标。该机的翼展为19米，其发动机目前呢是一台 AL31F 涡扇发动机。俄军宣称呢，其最大航程为6000公里，最快速度可达 0.86 马赫。在未来将换装性能更好的 AL41F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最大直径为1280毫米，长度为4990毫米，重量为1500公斤，最大推力为180千牛，推重比为11:1。它采用了高压比的压缩机、高效率的燃烧室和高温度的涡轮，使得其在不使用后燃器时最大推力达到86千牛，在使用后燃时呢，最大推力达到了180千牛，是 AL31F 发动机的 1.5 倍。在可靠性方面，该发动机采用了数字化控制系统和故障诊断系统，使得其能够自动调节工作参数和检查异常情况，提高了其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俄罗斯表示，该发动机的寿命为4000小时，是 AL31F 的2倍，看起来还是十分不错的。但是其真实隐身性能方面呢，目前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虽然猎人无人机采用了隐身设计和飞翼布局，但其采用的大直径发动机喷口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隐身处理，彻底破坏了隐身布局，将成为巨大的雷达和红外信号源。要知道，这款无人机可是要被俄军作为苏57的中程僚机来使用的，以它现如今的隐身能力，恐怕在开战之初就将自己和苏57暴露了吧。不过呢，俄罗斯也表示，将在未来的量产化机型上实现喷口的隐身化，这样就能保证全机的隐身性。毕竟俄罗斯多年来缺少飞翼构型和隐身验证机的技术经验，只能慢慢摸索前行。此次该机出现在乌克兰战场，未必没有当作实战测试的打算。相比起来呢，美军的 RQ-180在体型上就要比猎人大得多了。它可不是像 RQ-170那样是个小不点儿，而是一款翼展超过40米的庞然大物。这种超大型飞翼的结构体允许 RQ-180在有效控制自身燃料消耗的前提下维持飞行高度，再加上充足的机体内部空间， RQ-180的持续飞行时间可以超过1天，并且飞越至少2万公里的距离。当然呢，作为一款主要为侦察用途的飞机， RQ-180的速度肯定是没有猎人快，但是胜在飞得更远呀，而且其隐身能力也更强。按照美军的说法，这款飞机是从2015年就开始服役的，在此期间，各国却鲜有听说这款飞机的消息，就连它的照片也只是寥寥几张。而它侦察机的身份呢，也注定了这款飞机不会只待在美国本土，这也代表着 RQ-180隐身性能十分强大，大部分的探测手段可能都对其无效。因此，在隐身性方面，猎人还是要逊色不少的。除了隐身性较差之外，猎人无人机还有一点饱受诟病，那就是它那简陋的地面控制站。此前，俄罗斯曾不止一次报道猎人无人机的细节画面，其中呢就有它的控制站。在视频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控制站的头顶只有用于直连通信的微波通信天线，没有看见大尺寸的卫星通信天线。但是卫星天线呢，对于现代的大型无人机而言，可以算得上是标配了。不过俄罗斯本身的卫星通信技术并不差，因此大兵认为这可能是当时还是在测试的缘故，导致其配置比较简陋。
进入控制站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串速度表、发动机转速表，还有水平仪。这代表着猎人的飞行操控还很有可能需要有人参与，这代表着该无人机的操纵性和稳定性就可能有大麻烦了。毕竟没有平尾和垂尾，依靠飞机尾部舵面操纵难度很大。但是由于无人机飞行时间都非常长，如果连基本的飞行动作都需要飞行员一直盯着的话，那就十分尴尬了。另外，猎人无人机的操控台看起来也比较简陋，没有一体式显控台就算了，摇杆也是分置式的，这无一不显示着该无人机控制站的集成化程度并不高。而 RQ-180 由于美军过于保密，因此是鲜有地面控制站的相关视频流出。不过就以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来看，就算 RQ-180 的控制站再怎么不济，也肯定要比猎人的强得多。不过即便是当前的猎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就目前为止，猎人无人机仍然是俄罗斯所有无人机当中作战范围最广、武器范围最广、装备范围最广的一位。猎人无人机的横空出世也改变了俄罗斯一直以来以发展侦察型或者中小型无人机为主的局面，提高了俄无人机部队察打一体的战略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为俄军智能化、体系化作战提供了必要支持。想到这里啊，大兵也不得不感慨，美军技术之先进，10几年前坠落的一款无人机竟然能给俄罗斯和伊朗2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提升，难以想象如今美国正在研发的那些下一代飞机又该是何种性能呢？大家对于俄罗斯的这款猎人无人机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